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做 AI 大对决。就是呢，2025年也是快要到了一个年尾，然后最近呢，有非常多 AI 都有升级啊，或者新增新功能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来做一次对决哦，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，说现在的 AI 大概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，或者是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差异。不过今天呢，也都是轻松好玩为主啦。那现在看到画面上面呢，我已经做好了评分表。我们今天呢会有3大项目哦，就是大家看到呢。程式评分表，然后生图评分表，还有语音对话评分表，我会测试这3个部分。那因为有一些 AI 呢，它可能有生图，然后可能没有语音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每一个项目里面的参赛选手是不太一样的哦。就像是生图里面可能多了一个 Midjourney 啊，或者是语音对话呢，只有3个选手之类的。然后我们最后呢，也会帮大家做一个总评分，然后来看一下排名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吧。那首先第一个环节呢，先看到画面上面这个是我的范例，就是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功能，就是它是一只猫咪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得超级大，然后它的场景呢是在一个台北的场景，就是旁边会有101。其实看起来非常阳春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测试 AI 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我把写出这个程式的提示词，把它改得超级难，甚至是有点为难的程度。就是看到它画面上面呢，我是把原本的提示词丢进去，然后请它就是帮我写一个就是超级难的东西。然后它的用法呢是，我先丢一张宠物的照片，任何宠物都可以，然后一起丢入这个提示词，它就会生成就是像刚才那样子的一个宠物，然后程式的模拟器。然后呢，它很难的原因是它里面加了非常多的特效，就是它可能会需要你模拟天气啊，然后模拟101可能会放烟火啊，它会有一个时间控制的项目什么之类的，然后甚至还要做一个小地图。我已经列了太多东西给他们，然后看他们达成的程度如何，然后出来的效果精不精致这样子。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评分表，就是等一下呢，我会请他们互相评分彼此的作品，就是我们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请他们互相评分，然后我也会帮他们做个评分这样子，就是其中包含了功能完整度啊、美学啊，然后流畅度啊、体验啊、惊喜创意等等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Claude 的部分。Claude 呢，一样就是图片还有提示丢进去之后呢，它就帮我写了一个这个程式嘛。但是呢 ，Claude 它出现一些问题，就是它写太长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停掉。所以我大概试了3、4次之后，它就说我的额度用完了，所以就变成我用的是 Opus 4.5，然后变成我要升级就是更高的方案，它才会让我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一下 Claude 写出来的成果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作品。就是一个猫咪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水池中间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城市，算是 OK， 因为每一栋建筑都不太一样。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101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猫咪是可以互动的，就是你点它的时候会跳一下。然后呢，它其实点10下，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个动画哦，有，超可爱的，点10下就会有这个，就是很快乐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仪表板，就是这个游戏，就是你可以把猫咪放得超级大，就是现在已经大到没办法在画面里面看到它了，大概这样子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眼睛。那这个猫咪呢，你就是可以旋转它，然后就是可以观察它。然后接下来是心情的部分，你可以去控制这个猫咪它的心情，它就会做一些不同的动作，虽然看不太出来啦。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这个 HTML 好像它是有一定的限制，它没办法就是把形状做得很复杂什么的。再来是环境控制的部分，我觉得环境控制也非常的惊人呢。就是这边呢，你可以控制时间，它会模拟就是早上、晚上，还有日出的那种光照的效果。然后你也可以让时间自动流逝，它就会自己跑时间这样。这边呢，它还让我控制时间流逝的速度哦，就是还蛮细节的。那这边呢，可以控制下雨啊、台风之类的，就会有这个粒子的特效，好棒哦，很细节耶。看一下台风就变得超级暗，然后那个雨啊都会乱飞什么的，其实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程式是会动的部分哦。你可以控制这个车流的密度，就是车子会变多。只是这个版本它车子是不会动，有点可惜。然后它的车子每一辆都不一样，我觉得这点很棒。然后人也是看得出来，就是每个人的服装不一样啊什么的。然后你也可以控制行人的密度。然后下面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控制项，比如说你可以看猫咪特写啊。或者是从101的景观台看出去啊，就是有不同的视角切换。你还可以去控制这个画质哦，就是真的超细节的耶。然后呢，还可以截图，还有放烟火。
这个放烟火是指101的烟火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放烟火，哦，很小，很小一个，我拉不进，因为放烟火并不是每个 AI 都可以做到的。然后其实它有一个功能是，它每天晚上午夜12点的时候，它就会放烟火，来看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很好玩哎。所以它的功能其实算多啦，就是 Claude 写出来的，其实功能算是多，而且它还有一个迷你地图。看到了吗？这是迷你地图，上面会标示出你现在的视角范围，跟你101啊，还有猫咪的距离是多少。然后左下这边有一个仪表板，算是功能蛮全面的。那这个呢，你可以说它是一次就生成成功，完全没有 debug， 它就是直接可以用这样子。那我们来帮 Claude 评个分哦，可以执行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功能完整度我觉得大概有3或4分吧，应该有4分。视觉美感它已经算好的，等一下大家看，就是像一开始的那个最基本的范例，跟这个比起来，它已经算是很有美感的，所以我会给它5分。流畅度也非常的不错，没有什么卡顿的问题。体验互动5分，创意惊喜，我觉得它还不错，就是它有那个小地图，然后它可以放烟火，所以呢，总分是我就是给它24分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hatGPT 的部分哦。那我给他们的一开始的提示词还有照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。然后ChatGPT 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也是一次就成功，而且我没有再开任何对话，它真的是一次就到位。这个是他写的，帮我写的程式就在下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果哦。OK， 一打开呢，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时间流逝的非常的快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猫咪在哪里，猫咪在这里。OK， 是一个看不太出来是猫的样子，但是这只是猫。然后你按它的时候会跳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写出眼睛哎。然后这是一个公园，然后非常的繁忙，然后看到它的人啊跟车子基本上都是没有实体形状，它就是一个物品在那边动来动去，但是它就是没有贴皮这样子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精致的差异程度哦。控制一下人流哦，不要那么多，看得有点乱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可以控制建筑的高度，然后看一下101在这边，101非常的粗糙哦，基本上看不太出来是101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些简单的视角切换啊，还有画质。有没有发现它仪表板跟刚才那个 Claude 就差蛮多的？就是像它没有小地图啊，然后它也没有烟火功能，可它也没有时间，它也没有显示现在到底几点。季节切换，哦。就树有变颜色是吧？哦，树有变颜色哎，可爱。因为像刚刚 Claude 它季节切换是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这个它有树有换颜色。那如果下雪呢？哦，有下雪，好可爱哦。雨天的特效也不错，跟刚才差不多。阴天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也是不错啦。哦，然后呢，它这边视角有一个电影模式，它是会用这种空拍机的感觉去环绕你的这个城市哦。电影模式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等一下有另外一个范例，我觉得它设计还不错。停不下来哦，它的电影模式停不下来，傻眼。好，来帮 ChatGPT 评个分吧。好，可以执行，没错。功能完整度，我觉得我会给它2分或3分吧，3分。那视觉美感。因为我觉得它的101没有做出来，所以我会给它可能3分。流畅度还 OK， 我会给它可能5分，就也是蛮流畅。互动体验可能3分或4分吧，就是感觉没有刚才那么好，3分好。惊喜创意的部分呢，刚才互动体验因为那个电影模式它没办法停下来，所以还是3分。创意惊喜我觉得是没有啦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很创意惊喜的部分，给它2分。再来下一个看到 Grok 的部分哦 ，Grok 最近也有升级，就是这个4.1模型的部分，所以我使用的是这个4.1 Thinking。那一样呢，就是把那个照片还有提示丢进去，然后它就给我输出嘛。可是 Grok 呢，我试了3次，它都没有画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到这边呢，就是我 Grok 真的试了3次，它就是完全没有画面，有没有？它就是画面是黑的。所以我就请他 debug， 就是我想说再给他一些机会嘛，就是不要让画面是黑的，不然拍影片就很尴尬。结果我试了3次，都没有用，就是画面都是黑的。最后呢我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请Claude 帮忙，我就把第一次他写出来的成品丢给 Claude debug， 然后最后就可以开了。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画面呢是 Grok 写出第一次，然后 Claude debug 的版本。OK， 看起来不错哈，这个公园
然后呢，看一下猫咪的部分，终于有一张正常脸的猫咪了。然后呢，行人也有服装，我觉得这个公园是挺精致的。大家看这个树呢，它还有渐层什么的。不过它的水池是偏简单啦，这是一个水池。那车子呢？怎么没有车子？哦，有车子，但是车子没有车子没有贴皮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101的部分。有没有看到它的建筑是没有窗户的，就是非常简单的立方体而已。看一下101， 101长这样子，没有很像，对不对？我有明确提到我要101，所以他们应该知道101长什么样子。好，它长这样子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宠物控制的功能呢，就是它可以放得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它应该是唯一一个有音效的，就是你点这只猫咪的时候，它会跳一下。哦，可爱。点10下，照理来说应该会有特效。它越来越高好好笑哦。但是它没有那个点10下的特效。然后101有没有烟火呢？看一下，没有烟火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天气的部分，它就没有季节控制了，就是每一个 AI 他们会自己评估能力，尽量写它可以能够写的嘛。但是 Grok 就是没有季节切换。看一下下雨的部分有没有雨啊？怎么好像没有雨滴的那个特效 ？OK， 下雪也是没有哈，没有粒子，就是偏简单啦。这一款是比较简单一点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按了这个电影模式，它会开始就是慢慢的移动嘛，就是有种空拍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它可以再按其他的，例如说景观台。它也会特写景观台，就是让它有一种旋转的效果。虽然这个应该不是它故意的，就是它应该是没有那么贴心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效果挺不错的，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视角去做一个特写，就还蛮好拍影片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蛮喜欢这样子的。不过就其他的功能来说，例如说它没有小地图，然后也没有烟火，然后它点10下也没有特效，所以它整个功能算是偏简单啦。好，来帮 Grok 打个分数吧。执行是可以执行，但是因为它还要请跨 debug， 所以我就扣它可能2分，给它2分。然后功能完整度呢，我觉得也是偏低啦，比 ChatGPT 还烂，所以给它2分。视觉美感我觉得还 OK， 就是因为它的树有做出渐层，它的人是有穿衣服，但是有一些部分又不是很 OK， 例如说它的大楼是只有一个正方形，可能给它个3分。然后流畅度我觉得还 OK。再来互动体验的部分呢，整体来说我觉得偏普通，3分。惊喜创意给它3分好了，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电影模式。现在我们进到 Gemini 的部分 ，Gemini 呢比较特别的是它写了第2次，因为它第1次也是像 Grok 一样黑画面哦，我就跟他说黑画面那怎么办，他就帮我修正了，然后第2次就可以打开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成果哦。来看到呢，我们的猫咪被淹在树里面，就是一堆树，然后完全看不到猫咪，然后也看不到水池，水池照理来说在这边，但是就是一个看不到的状态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观察一下，就是整个城市，看一下行人，行人在哪？哦，这里 ，OK， 它的行人就是一个长条状，就是完全没有穿衣服的一个长条状。然后车子的部分呢，也是长条状，对，而且它有些是没有开在路上的哦。你看那个车子有些是没有开在路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猫咪，让它放大。哦，巨猫的部分。哦，它的眼睛会眨，而且会动，很不错。然后跟它互动，按10下看看会怎样。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然后呢，猫咪应该是可以。哦，它不能控制心情啊。不过这只猫咪自己本身是最精致，目前看到最精致的。就起码它有眼睛嘛，然后它有一些互动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的滑鼠放到这边的时候，它会盯着滑鼠，偏可爱。然后看一下101跟上一个差不多，只是它的颜色是对的，就绿色的。然后看一下城市，城市的配色有点奇怪哦，就是什么蓝色，然后这边全部都一样。控制板的部分，时间流逝一样呢，会做出这种晚上的效果，而且晚上会开灯呢，好可爱哦。再来看一下，就是不同视角的这种感觉哦，俯视全景，然后街道视角，就可以这样子观察人跟猫咪。然后这边呢，也可以控制这个建筑的高低哦。变大混乱了。哦，他写错了啦。
这个写错了，就是它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控制建筑的高度，可是它变成控制行人还有车子的高度了，它写错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再来呢，就是有截图啊，还有 FPS 的这个控制的项目，但是它不能选画质什么的。然后看一下这个 Gemini 的下雨功能，下雨的特效，现在是在台风的状态。然后如果下雨的话呢，哦，它没有下雪，但是它有下雨。所以有优点也有缺点。好，来评个分吧。可以执行是没错，功能完整度我觉得还好，大概3分。视觉美感的话，因为它的行人跟车子都没有衣服，但是猫咪是精致的，没错，可能3分、4分吧。流畅度还可以，3分或4分，4分。互动体验，因为那只猫咪会看着镜头，但是因为它的它控制建筑高度那边是完全写错，所以我可能会给它3分或4分。惊喜创意有什么惊喜创意吗？可能这个房子可以关灯开灯这件事情还蛮惊喜的，给它4分。好，评完分了，所以最高呢，我给的是 Claude 很高分耶。然后再来第2名是 Gemini， 然后 ChatGPT， 然后 Grok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他们互评的这个分数那他们互评的部分呢，我也写了一段提示词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是完全匿名的。我说有思维 AI 他们制作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那你用怎样的评分标准下去评分，那都是0分到5分。然后呢，最后输出格式要用怎样的格式都规定好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我有补充到他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状况，就是有些可能要 debug 啊，然后有些就是可能写太多次停止啊什么的，我都有告诉他们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对话。OK， 就是我会把4个 AI 写的程式全部都给他看，那当然匿名嘛，就 ABCD， 然后给他这个提示词，让他自己去看，然后评分，最后呢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表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 Claude 来看一下Claude 它是最详细的，因为他把那个几行的这个程式全部都写出来，然后就是会写说他自己评点哪边他觉得不错什么之类的。那他们是比较专业啦，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在写程式的嘛，所以他们会知道说哪边可能需要优化啊，哪边可能风险比较高啊什么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Claude 对每一个作品的讲评然后呢，还有提示词里面我有特别讲到说，你不可以把自己打得特别高分。那也的确，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没有偏袒的啦，就是他们发现的是他自己写的，他也不能评的比较高分。好，最后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看一下 ChatGPT 的部分，它就是一样呢，提示词都是完全一模一样。然后它也是分析一下每一个选手的部分。那其实每个 AI 大概都有提到说，这个选手 A 就是 Claude 的部分，它没有用一个东西去做一个优化。会导致它的程式码偏大也的确在写的时候，就是 Claude 真的是狂写这样子，而且它也的确是写最多的，就是有3000多行，但是也确实看得出来它的功能真的是最完整的啦，就是 Claude 的部分。再看一下 Grok 的评分就是每个人都有提到 Claude 它的程式码过长，然后呢，大家都有说 C 是最阳春的 ，C 就是 Grok 自己，所以大家看到他其实是没有偏袒他自己的，他就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他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 Gemini 帮大家打的分数。这边呢，他也帮大家取绰号帮大家评点一下。堆料王就是Claude写很多这样子，然后 B 是文件派 ，ChatGPT 确实是文件派，因为你看它一键就生成了嘛。然后表现虽然中规中矩，但是算是稳定。像 C 的部分是待加强，就是偏阳春啦。然后 D 的话是他觉得的冠军，他觉得就是 Gemini 写的最好。他觉得视觉技术能力最强，确实，例如说他的那个房屋是有那个灯光啊什么的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所有评分，我们所有评分都加进去之后呢，先来看一下总分的部分就是全部打完之后呢，现在第1名还是 Claude， 确实 Claude 我觉得他写的蛮好。然后第2名是 Gemini 吗？101这边有那个。它是有格子网状的，算是第2强吧。它的版面算是第2精致的，对，所以 Gemini 第2名 OK， 然后第3名是 ChatGPT， 毕竟它算是安全牌啦，然后也一次就成功，所以第3名 OK。那 Grok 呢就是偏阳春，但是 Grok 回答非常的快，它大概几秒钟，什么5秒钟就写出来了，所以它是最快的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 AI 他们自己的定位不太一样，就是 Grok 它可能就是没有想要强调写程式吧，所以评分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大家觉得有准吗？我觉得蛮准的好，再来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，就是生图的部分。
OK， 生图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哦。参赛选手有4位，就是有生图模型的，就是有 Gemini、ChatGPT、Grok， 还有 Midjourney。这个环节我会使用一个提示词来看一下提示词的部分。提示词是这个提示词是我跟 AI 讨论之后写出来的，主要是要测试它的一些，例如说手指啊，或者它的时钟啊，或者是它能不能按照我的指令摆放几颗苹果在桌上，就是指定的苹果。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不可以完整的生成文字，就是英文字啊、中文字，看它们生成能力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所有集大成的集合，然后变成这样子一个提示词，然后每一个 AI 都是一模一样的提示词。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Gemini 的结果。OK， 一位亚洲女性咖啡师站在吧台后面，5根手指头。等一下，左手拿着一个白色马克杯。OK， 这个是右手，然后右手比出 OK， 这个是确实是有比出来，但是它左右手相反。他穿着绿色围裙，上面有咖啡2025，对的。吧台上由左到右摆放3颗红苹果、1本书、一个小型仙人掌，背景是一面砖墙，挂着一个圆形时钟，显示3点15分，时间是错的齁。然后呢，白板上面写说今日特选焦糖拿铁，还有抹茶欧蕾，完全正确，这一点超级惊艳的。就是这次 Gemini 这个 Nano Banana Pro 真的是超强，大家看到它基本上就是真的有按照我写的东西去生成啦。只是一些小地方就是有错这样，所以这个算是蛮 OK 的一个成果。下一个呢，来看一下 ChatGPT 的部分哦。左手拿着白色马克杯，拿对了；右手比 OK 也对了。围裙咖啡205对了。吧台上由左到右，红苹果3颗，书打开，仙人掌都对了。背景一面砖墙，然后一个圆形时钟3点15分是错的。黑板写着焦糖拿铁还有抹茶欧蕾，远看是对的，但是近看有一点怪怪的，就是还算 OK 啦。所以有没有看到 ChatGPT 它其实也是非常的按照我给它的指令去生成，其实效果也算是蛮好的。来打个分数吧。人体结构 Gemini 左右手错了，我给它2分，但是马克杯跟 OK 都有比对，我就给它3分好了。英文文字没问题5分，中文文字没问题5分。数量准确也没错5分，空间逻辑也是对的。整体质感的话，我再看一眼，很真啊，超像真的照片的5分。ChatGPT 人体结构一定要5分，应该是少数左右手是对的。英文文字没错，中文文字差一点，给它4分。数量准确也是对的，空间逻辑也是对的。整体质感哦。它跟 Gemini 比的话，还是一眼就是 AI。Gemini 可能还会思考一下，看起来很真，但是 ChatGPT 就偏假，所以我可能会给它可能3分吧。整体质感太像 AI 了，可能3分或4分，2个评分呢。虽然我私心偏袒 Gemini 来，但是因为 ChatGPT 它是真的有按照我的要求，就是左右手是对的。大家会发现 AI 生图它的时间永远会停在这个10.08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再下一个看到 Grok 的部分 ，OK， 这个是 Grok 的结果。左手拿着白色马克杯是错的，右手 OK， 咖啡205对，3颗苹果是对的，1本书小型仙人掌对，背景面转墙，圆形时钟时间是错的。然后菜单上面的写的字抹茶是对的，但是其他不知道在写什么。但是有没有看到它景深其实处理还算不错，算是蛮真的。我觉得它真实的程度有比 ChatGPT 好，ChatGPT 那个太像 AI 了。来打个分数吧。人体结构左右手相反，给它3分。英文字5分，中文字勉强写出了一个抹茶，给它2分吧。数量准确也是对的。空间逻辑5分，整体质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4分。就真实程度来说，我觉得还是 Gemini 最强。Gemini 这个很像真人但是它前景深处理的，我觉得没有 Grok 好。其实 Grok 这个也蛮真的，对不对？效果也是很不错，难分难舍。好，最后 Midjourney 的部分来看一下，左手马克杯，然后呢右手 OK， 穿着深绿色咖啡2025，你看连2025都不知道在写什么。红苹果数量是错的，打开的书也是错的，仙人掌也是错的。然后呢，圆形时钟时间快要对了，但是还是错的。它至少不是10.08分嘛。然后这边菜单的部分呢，上面写的很像是韩文，
完全没有中文，来打个分数8。人体结构3分，英文字5分，中文字0分。中文字这个起码要写出抹茶嘛，这2个是真的有写的。中文字哦，这个0分吧。数量准确也是错的，数量准确。空间逻辑也不太好，但它整体质感是好的吧，是漂亮的，也是蛮像 AI 的。我觉得 Midjourney 就是赢在它的美感。你看它后面摆的就是很像真的那种咖啡厅。整体质感的话，我觉得我会给它可能4分吧，4分或5分，4分。其实 Midjourney 真正的用法，官方的用法应该不是这样子写提示词啦，它写提示词的方式是要用单字，然后用逗点把它区分出来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，它应该要赶快适应才对，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。总分的话呢，Gemini 跟 ChatGPT 同分，然后再来是 Grok， 然后 Midjourney。但其实 Grok 表现不差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非常多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请这3位 AI 自己互评一下，他们也会评 Midjourney， 但是因为 Midjourney 它不能评分，所以就是这3位主要来帮我评一下分数哦。好，来看一下评分的部分。好，评分的提示词大家也看一下，也是完全匿名啊。然后我会把4张图片都给他们看，那一样的会给他原始的 prompt， 然后评分的标准蛮简单。然后3个 AI 我都是给他们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来看一下Gemini 来帮大家评的哦。好，他觉得 ChatGPT 写的最好，也的确，因为 ChatGPT 它左右手是对的嘛。然后他觉得自己是第2名，然后呢，他也发现 Midjourney 就是所有的细节都失控，所以他是真的有看到4张图片，然后也有去分析这样子。然后看到 ChatGPT 的部分哦，ChatGPT 也觉得自己是第1名哦，他表现是真的很按照我的指令这样子，左右手也是对。然后第2名他也给 Gemini 这样子，然后最低分也是 Midjourney。然后呢，来看一下就是 Grok 给分的部分哦。Grok 很好笑哦，他其实根本就看不太到那个照片，他就是每一张都搞错。你看他乱给分数啊，他给 D 最高分，他给 Midjourney 最高分，就是他完全搞错每一个人的顺序还有表现，所以我是没有把他加入我的评分标准，他就是他没资格帮大家生图评分哦，所以就只有Gemini 还有 ChatGPT 的评分有这样子打上来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总分的部分。总分呢 ，ChatGPT 拿了最高分，然后接下来 Gemini， 但他们2个分数是蛮接近的。然后第3名是 Grok， 然后再来是 Midjourney， 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进行语音对话的部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直接就来跟他们对话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畅的效果。那首先第1位呢，我们来跟 ChatGPT 聊个天吧。请问现在 iPhone 17 Pro Max 官方的256GB 的售价是多少？目前在台湾 iPhone 17 Pro Max 2698的官方售价大概是 NT 44900左右，不过不同零售商有一些折扣，比如有些店家可能卖到 NT 4229或 NT 4462。建议你可以再看看那个512GB 呢？如果是512GB 的版本，官方定价通常会再高一些，目前大约会落在 NT 49900左右。那如果 1TB 呢？如果是 1TB 的版本，官方价格又会再高一个档次，大概会在 NT 54900左右。当然，还是可以看看一些通路的折扣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他念那个价格的时候，都不是我们平常的什么5400啊，就是他那个价格都在乱念。然后有一些地方都怪怪的，但是他讲话算是顺畅啦，就只是在念一些数字价格的时候很奇怪而已。而且他呢，现在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是跟我们平常对话一样，就是他这次好像是昨天才改版吧，就是他现在的那个对话模式啊，它会变成它的界面也是会有对话的，就你可以立刻看到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就还蛮不错的一个更新。而且我觉得ChatGPT 它的台湾腔是最像的，就是它比较不会有其他的强调，这样子有一点怪，但是还 OK， 就是算是非常自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Gemini 的部分。请问现在官方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256GB 多少钱？我查到 iPhone 17 Pro Max 256GB 的官方价格大约在新台币44900元左右。不同的通路或促销活动可能会有一些价差，你需不需要我再帮你找一些实际购买的资讯呢？如果是512呢？好的 ，iPhone 17 Pro Max 512GB 的官方价格大约在51900元左右。你想要知道这款手机的详细规格或是其他购买资讯呢？我无法帮你处理。好，它的那个腔调就是非常的不一样，就是不是台湾腔。然后他在讲一些，例如说价格的时候，好像就还好啦。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也可以帮你及时的查询很多的资讯，不过它的呈现方式就不像刚才ChatGPT 那么的明确，就是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在上面，就是它还是
有一点奇怪，有的时候它上面的文字跟它讲的东西不一样，就是有这样小小的区别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Grok 的部分。请问现在官方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256GB 的价格多少？哎呀 ，iPhone 17 Pro Max 的52GB 版本，官方价是139.9美元哦，你要买吗？我是要问256GB。哦，256GB 的 iPhone 17 Pro Max， 官方价119.9美元，想换颜色还是啥？像刚才 Gemini 或者是 Grok 他们都会预设使用简体中文，但是其实我已经跟 Gemini 聊天很久了，他语音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简体这样子。那 Grok 因为这个我才用2天而已，所以它就还是简体的。那可以听到刚才他在讲一些，例如说什么99，他会讲什么99。就是讲的方式非常的奇怪，然后它的语音辨识也比较差一点，因为刚才我是要讲256GB，它就辨识错误这样子，它应该是表现最差的。但是因为它有提供一些其他的模式，例如说什么伴侣模式啊，就是一些很奇花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帮大家评个分吧。声音自然度我觉得 ChatGPT 大概4分吧，回应速度算是蛮快的，5分。理解能力非常之好，对话流畅程度。大概有4分5分哦，大概5分。情感表达，因为刚刚其实没有什么提到情感啊，就我平常的那种感觉呢，我觉得现在 AI 都不太会表达情感，因为怕有一些争议吧，所以大概3分。整体体验4分或5分，我觉得可能4分。那 Gemini 的自然程度我觉得稍微差一点，3分。回应速度也是非常快，5分。理解能力5分，对话流畅。我觉得可能3分或4分吧。情感表达3分，没有什么情感。整体体验我觉得也是4分。Grok 的自然程度3分，回应速度也算快，5分。理解能力最差3分。对话流畅还可以啦，对话流畅还可以。情感表达3分，因为毕竟就是没什么感情。整体体验的话，可能3分。好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最强的是 ChatGPT， 然后 Gemini， 然后 Grok。好，那以上呢，我们3个环节来看一下总分的部分。那总分这边呢，我是用加权总分啦，就是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各1/3，最后呢排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总分。你看，大家就是每一个分数都是占1/3这样子。那因为 Claude 它就是只有程式嘛，其实程式也是要看每个人的用途啦。如果你今天是专门写程式，那你可能会非常喜欢 Claude。但是如果今天是按照全部的功能来算下去的话呢，今天的第1名是 Gemini， 因为它程式其实也算写得很不错，然后生图也很不错，语音也还 OK， 所以它拿到今天的第1名。那 ChatGPT 呢？我觉得它在写程式算是安全牌，也算是蛮好用的。生图我觉得它是最精准，但是它有 AI 的感觉，然后语音是最强的，所以它是今天的第2名。再来 Grok 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每一个都还 OK， 就是感觉它是有就好，就它每个都要做，可是它每个功能有就好，所以它是今天的第3名。那最后比较特别的就是 Claude 跟 Midjourney 他们算是比较特殊的领域，自己很强吧。那 Midjourney 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今天没有讲到啦，就是像什么修图啊，然后做影片，所以它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强项。还有要提到呢 ，Gemini 它其实现在可以辨识录音档，它可以辨识录音档里面有几个人，然后他们的对话这样，所以也算是一个额外的小功能。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这个排名怎样呢？我觉得差不多，跟我心中的那个排名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 ChatGPT 跟 Gemini 他们会突然一个超越另外一个，所以这个排名也不是永久的，就是我觉得大概1-2个月有效吧。这个东西真的进步太快了。好，不知道大家今年最喜欢用哪一个 AI 呢？我自己是每一个领域都会用不一样的 AI， 就是可能今天要聊天找 ChatGPT 啊，然后今天要查资料用 Gemini 啊，生图用 Gemini 之类的。所以大家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们最喜欢的使用的方法。然后呢，今天这个评比的环节有什么需要优化的，也欢迎跟我提出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客观的东西啦，所以大家轻松看就好，轻松看就好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